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印尼语当中的时态。那么时态这个东西呢，其实在之前我们有讲过非常多。好，那我们今天就一次性的给它梳理一下。其实时态这个东西啊，在印尼语当中呢，并没有说像在英语啊，或者是在其他的那些欧洲语言一样分得特别细。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东西，就是印尼语的时态哈，它会改变，但是呢，它不改变什么呀？它不改变动词。好，很多语言哈，它换了一个时态呢，它动词会改变啊，比如说英语啊，那些法语啊、西班牙语这些是吧？但是呢，印尼语它时态怎么变？它不会改变。那我们来看一下时态到底包括了什么东西呢？首先一个现在进行时，好，现在进行时呢是什么呀？其实就是正在做某事，是吧？好，我们先来看现在进行时。首先，它有两个单词可以用来表示现在进行时的标志词，一个是 sedang， 好，一个是 lagi， 是吧？你既可以用 sedang 去表示，也可以用 lagi 去表示。好，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saya sedang membaca buku， 我什么呀？正在阅读书籍，是吧？Saya sedang membaca buku。好，那么同学们，如果你看到这里，你有疑问，什么疑问呢？有些同学他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为什么这个 baca 要加一个 men 呢？好，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话，没关系，你去看一下我们的 me 你要去看这个章节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讲它了你要去看这个章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Saya sedang membaca buku， 我正在阅读书籍。这个动词无论是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词，无论是正在还是已经呢，还是完成了，它都不会变，它都是这个样子。好，同学们要记住。那我们来看一下 lagi， 它怎么表示现在进行时呢？它也可以表示我们来看一个例子Dia lagi mencuci baju。好，mencuci 什么意思啊？mencuci 呢就是洗，是吧？洗。好 ，dia lagi mencuci baju， 他正在洗衣服。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进行时的两个标志词。好，那么这里要给同学们提个醒这个 lagi 呢，它有很多意思的。好，比如说 dia mencuci baju lagi， 这个 lagi 呢，此时在哪里此时在句子的末尾。如果 lagi 在句子的末尾呢，它就表示再一次了。好，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他又洗了一次衣服。好，他又洗了一次衣服。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 lagi 它有两个意思，它是有两个意思的，非常重要，同学们一定要去搞清楚，好吧？好，那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现在进行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完成时。完成时就非常简单了它有一个对应的叫什么呀？叫未完成时是吧？你有完成的状态，你必定就有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对不对好，它们各自一个标志词，完成时 sudah 当然了，你要说的啦也可以。那么的啦和 sudah 有什么区别呢？它们的意思都是已经。但是呢，这个的啦呢它比较正式一点点就是比较正式在一些书面语上面可能会用的啦而不是用苏的。好，完成时就是这两个常见的当然了还有其他的，那么我们就不讨论，我们先来看这两个。那么未完成时呢它是哪个标志词它只有一个belum。
belum。好，那么这个是未完成时的标志词啊 belum。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saya sudah makan。saya sudah makan 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吃了，是吧？我已经吃过了，对不对？我已经吃了。好，那么你也可以用 saya telah makan， 但是呢，这个就好像有点过，为什么呢？你这个吃饭它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也不是什么正式的事，你就不需要去用的了，直接说 sudah 就可以了。好，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的了呢？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telah tiba di bandara 啊，比如说dia telah tiba di bandara 啊，这个人比较重要，那我们就用的了，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说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完成时啊 sudah 和的了，我们都会给你举的例子，是吧？那我们来看一下 belum， 比如说aku belum minum， 我还没喝呢啊，当然了，这是一个不是很完整的话，是吧？你还没喝什么呢？后面可以加上去。那我们这里只是作为一个例子 ，aku belum minum， 我还没喝啊 ，aku belum minum， 我还没喝。好，那么这两个就是完成时和未完成时了。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将来时。将来时，将来就是未来会发生的某件事情，将来，对不对？将来。好，将来时是用哪个呢？是 akan。好，当然了，它也可以是其他任意未来的时间。就是说，除了akan可以表示将来时，它也可以用任意未来的时间。注意，我们这里要用的介词是 pada 加时间，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Denny akan pergi ke Bali。Denny 呢将会去哪里啊？将会去巴厘岛。是吧？好，那如果我不用这个akan，我也可以说 Denny pergi ke Bali pada minggu depan。minggu depan 是什么意思啊？下周嘛，是吧？下周嘛，是吧？像这个 minggu depan 啊 besok lusa 这些都可以表示未来的时间，所以说它都可以当做将来时的标志词，所以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志词它不像其他的那么的固定，是吧？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时态，最后一个时态呢有点点特殊，它叫做曾经。曾经，它的标志词是 pernah， 曾经，它表示曾经做过了某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 Ali pernah makan di restoran itu。 阿丽呢曾经什么呀，在那个饭店吃过饭，是吧？那么这个曾经呢，你说它是过去嘛，它好像有一点点不同；你说它是已经嘛，好像也不对，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单独的画出来曾经。所以说印尼语当中时态就这几个，非常非常少。那么同学们呢，一定要注意它的使用方法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否则的话在后面的话会比较麻烦，千万不要用错。好，那么同学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随时私信给我。